OK， 各位，是我你們的好朋友，即使感冒也要錄這一集老實說系列影片給你們的台灣惡男。我在生小孩之前，都常聽人家說，小孩子只要感冒，那個病毒最毒了，你只要試過一次，不只會很嚴重，而且還會很難好。我那個時候想說，切，小孩子的病毒是能多。OK， 所以你們現在知道了。但是就算是感冒，我也要在文梅亞馬就是新角色推出1個禮拜之內呢，推出這一個老實說系列影片給大家看啊。我只能說，斑馬老實說 ，even with the flu，97 bulls，even with the flu。好啦，那隨着這個斑馬推出1個禮拜的時間呢，各位應該都深刻的感受到了斑馬之亂，對吧？不管你打什麼場，開場永遠有人會搶斑馬，但是搶歸搶，強不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所以如果一個角色真的很強的話，那不是應該人人選到他，人人都能贏嗎？這隻角色到底是強還不強呢？我們將會透過今天這部老實說的影片來跟大家一次說清楚。那麼話不多說，影片啟動。爽就站起來啦！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，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，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，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。那麼照慣例呢，我們還是要先上一下人權啦。那因為我自己都要上班，然後再加上又要帶小孩，所以其實真的沒什麼時間玩哦。除了開季那天直播呢打的那個幾場之外呢，大概有將近30場都是單排哦。然後勝率呢是坐落在72%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這邊基本上呢，只要是打巔峰賽呢，都是一排紅啦。什麼？你說這場輸為什麼會輸呢？那當然是因為隊友他媽都低能兒啊！不過也沒辦法，單排你本來就不能掌控你的隊友啊，所以呢，我們只能做好我們該做的啦。潛能的部分呢，我自己是帶這一套。那我其實有參考到很多人的潛能，他可能會帶到25三分，然後籃板是帶到16哦。可是我自己用下來呢，我覺得如果籃板帶到16的話呢，真的很多時候不是很好搶，所以我個人呢還是偏向要帶到22的籃板了。那因為我自己當文梅亞馬的時候呢，我基本上都是主打3，然後偶爾來幫忙拆彈一下這樣子，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套對我來說是比較舒服一點的。就搶籃板呢，至少也不會到漏掉很多板。那如果你是這樣帶的話呢，你的數值剛好可以來到3分破130，然後籃板到162。那當然這個是因為現在有狀態火熱的情況了，但等到狀態火熱之後呢，稍微再微調一下，應該也都還是沒有問題的，都還是可以剛好破130跟160的數值。強化的部分呢，我之前有說這個角色他如果真的要能玩，其實一強化就夠了。就像現在這個，你只要能開到這個曠世奇才，基本上它整體的進攻跟防守都會比較舒服一點。但是，文梅亞馬這個角色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，就是拆彈。那他的3徽章就可以讓他在面對一些分位或小錢的時候，抗干擾率會增加。也就是說，你是可以頂頭的。那這個其實非常好用哦。很多時候你常常會看到文梅亞馬頂頭進，對不對？那個其實是因為它本身的天賦，再加上這個徽章造成的效果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要作為一個可以幫忙拆彈來緩解1號位進攻的3號位的話呢，我覺得這個第3個徽章是相當重要的。當然，如果說你只是想要當一個純的3號位，你也不想去拆彈的話，其實1徽章也很足夠。那衣櫥人能力值的部分，我自己是帶這樣，各位參考一下就行了。好，那我們先來講幾個我用文梅亞馬最常用的偷分手段。我們先從籃下講起，就是我們會先做一個方向鍵往後扣，然後再把方向鍵往前，然後按投籃鍵的操作，整體操作起來會像這樣。那這個很多人都知道啦，就是非常快的1點上籃哦。基本上呢，你稍微要帶有一點預判成分才能冒得到啊。那如果你用不出來的話，就是你方向鍵的時機沒有扣好哦。就記得我們先往後按被打，然後再馬上往前，然後按投籃鍵。那因為這招呢，大部分反應慢的人，像熊哥那種會木壓的，我們就不算了啦。就大部分反應比較慢一點的人呢，通常是會起飛的。那如果你發現呢，他這樣頂完一下，他就起飛了，你就可以馬上用這個普通的扣籃扣下去，打一個慢的2拍。那這招我是覺得蠻容易在籃下偷到分的。那這個不只是可以在籃下用，你在這個3到4米的時候也是可以用的，所以它用的範圍其實很廣哦。那如果你是在4到5米的時候呢，它就會變另一招哦，像這樣，它會變成是一個向後勾手。那這個真的是蠻好騙到人的，因為大部分的人看到你一往前頂，他就會很急着內縮。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像這樣子，冷不防的偷他一顆。然後再來就是3分的偷分技巧。那我是覺得呢，我自己用文梅亞馬，我不太喜歡用那種太花俏的運球，然後來打出3分。比如說有些人他可能會喜歡這樣子，他會去後撤一下，像這樣子去打一個3分，就是很多突破。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對於文梅亞馬來說很沒有效率，因為
其實他的突破是蠻好撞停的，因為他可能體積比較大的關係，所以只要一被撞停，你可能球權就沒了。那我通常呢都會大概站在這個4到5米線往後一點的地方，然後去按後撤，接着去投籃。這一招真的非常好偷哦，就基本上你的對位只要把加速用掉，你看到他身上已經在閃那個加速的光了，有沒有？好，閃完了之後，你馬上就發一個指令跟隊友講說，我可以投3分。這個時候你只要一個後撤，基本上哦，只要是對位的中鋒，他沒有加速是絕對不可能守得到你的。只有一个人有可能守到你，那就是字母哥，因為字母哥可以在沒有加速的情況下用 dash 來跟到你這一招，但除此之外，沒有其他中鋒可以跟得到，所以這招真的非常非常好偷分哦。好，那再來呢？很多人就會說啊，那個文梅亞馬他不是可以無限突破嗎？那我需不需要去學這個文梅亞馬的無限突破呢？我建議各位千萬不要。如果你今天用一個文梅亞馬在場上一直瘋狂突破，那我跟你講，你的隊友就會直接放推你，我跟你保證。那另外，他的這個突破雖然看似很多段哦，他這個拜佛看起來也很厲害，但其實這個拜佛呢是沒什麼料的。那為什麼這樣講呢？來，各位看哦，比如說啊，我現在突破一段出去之後，往後然後做拜佛。這個拜佛它只能往同一個方向拜佛，什麼意思？比如說，你看我現在往左突破，對不對？然後我拜佛完，我還是只能往左去做拜佛突破。那如果我方向鍵往右扣會怎麼樣呢？你看，我即使往右扣，它還是往左突破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你只要玩過文梅亞馬的人就懂了，這個拜佛基本是騙不了人的哦。你只要呢跟緊它同一個方向，你根本連猜都不用猜。突破基本上是沒什麼料的，絕對跟得到。但是你跟得到歸跟得到啦，你踩得到干擾，你可能還是會被頂進就是了。所以我建議大家，如果說你想要用文梅亞馬來作為一個拆炸彈的3號位的話，那我就不建議你呢一直去用這些花裡胡哨的突破。那你說主播文梅亞馬的突破這麼多不同的突破，你都不用嗎？你真的都只用這幾招嗎？對，沒錯，這就是這個角色最大的問題，給了你一堆突破的技能，結果就只是很花俏而已。你絕對不會想要拿它來當做主得分手段，因為你只要被撞停到一次，那基本上球就是直接掉下來了，好不好？文梅亞馬的傳控沒有那麼高，所以這就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啊。他花了這麼多心力去設計這個文梅亞馬的各種突破技能，像這樣子哦，沒有各種花裡胡哨的突破，結果呢，你真的能夠派上用場的，其實沒有幾招。再來，由於這個角色他的運球偏低，然後體積又大，所以其實特別容易被撞停。那很容易一被撞停，你的球就直接掉啦。所以這就是我覺得這個角色他在進攻方面非常可惜的地方哦。當然呢，摒除掉這些沒有什麼用的突破不講啊，它本身的機制就已經夠強了，所以我才說這個角色你真的不用用這麼多花俏的突破，簡單那幾招能夠得分就是好球。拜託各位，別在那邊無腦突破啦。然後再來是他的大招呢，如果你是要打得分的大招的話呢，我強烈的建議你不要用後撤然後接這個大招。我跟你講，這超白痴，因為基本上你對位的人他一定會去跟你後撤，對吧？那跟你後撤，結果發現，你突然又往前了，那他是不是就更高幾率可以蓋到你的大招了？所以拜託，絕對不要這樣幹。我看過一堆文梅亞馬這樣幹，結果屢試不爽，每個都被蓋，超級低能。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用3分大招來追分的話，你有幾個方式？第一個，去善用左右的這個延遲不突破，就像這樣，突破完之後，結果再一個大幅度的突破，這樣去放，去拉開你跟對面的左右身位，再放這個大招。而且這個你是可以選擇往左還是往右的。所以這樣子，你的這個3分大招就會比較不容易被蓋，而且比較容易有空位。還有另外一個方式，就是跟隊友做擋拆，去換到變成大打小的時候，這個情況下你再做這個天賦3分的出手，頂投率是比較高的。那我自己實測下來呢，他基本上只要跟同位置，就是同樣是中鋒或大前鋒的人去頂呢，基本上都很難頂得進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開3分大招來打一個逆風局的話呢，我會建議你大招可以這樣開。好，講完他的進攻的技巧之後，再來我們來講講他的防守吧。那他的防守呢，我個人覺得實在是很卡。為什麼說很卡的原因，是因為他的鐵臂的這一個被動技能是跟籃板放在一起的。那個籃板放在一起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呢？今天你只要起跳，不管你的火鍋是有蓋到還是沒蓋到，你都會消耗1豆。再來，你搶籃板，不管你有搶到還是沒搶到，你都會消耗掉1豆。所以啊，如果說你今天是玩3號位的文梅亞馬，你一定會常常遇到一個問題，就是紅豆不夠用，最後你就要變成用綠豆來補。但是你用綠豆來補會發生什麼事呢？你用綠豆來補的話，會發生的事情就是你能量會一直不夠，到最後甚至你一場連一個大招都開不到。沒有錯，它就是這麼的難受。
他把一個中鋒最重要做的2件事情，籃板跟火鍋放在同一個被動技能裡面去做 cycle 就算了。籃板跟火鍋這2個動作還是在一個回合當中會不斷嘗試的技能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用文本亞馬會常常感覺紅豆不夠用的原因。那綠豆為什麼會這麼氾濫呢？因為你一個回合了不起進攻1次嘛，進攻1次如果沒進，你會去幹嘛？你會去搶籃板嘛？沒錯，這就是這個角色最大的問題了，就是他的紅豆永遠不夠用。偏偏呢，紅豆又是作為一個3號位最重要的 buff。那你可能會說啦，熊哥那支影片不是有教大家說文本亞馬可以當2號位嗎？同學，你說的沒錯，但你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，你他媽是不是熊哥？沒錯，熊哥把他的潛能全放了2號位的潛能之後呢，靠着他極強的木壓能力，確實可以做到一個相當稱職的2號位。可是你捫心自問一下，你的木壓能力、你的反應能力有沒有像熊哥一樣優秀？如果沒有，那拜托你乖乖的打3號位。好啦，講完了他的被動的技能之後，我們來講講他的防守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哦。就是雖然他很好冒，可是前提是你必須要站在對方稍微近一點的位置，你才能夠冒得到。比如說哦，我只要稍微站遠一點，像這樣子，我就冒不到了。但這個距離大班事實上是冒得到的，照理來說他應該會觸發勉強蓋帽才對。OK， 那造成這個問題的最大原因呢，事實上就是他的彈跳能力太低了。沒錯，這個角色他的彈跳能力就只有92而已，那跟大班這種專門蓋帽的角色比起來呢，當然你可以看到彈跳非常明顯的差了33點啊。所以你可能會常常覺得說，這個距離應該要蓋到了啊。如果以前是用大班的話，應該就蓋到了，對不對？可是用文本亞馬卻都蓋不到的原因就在這裡。而且啊，隨着你越用這個角色越久，你會越來越不敢蓋帽，因為你生怕你只要一蓋帽沒蓋到的話，我就沒有紅豆了，我就不能夠再搶籃板跟有蓋帽的 buff 了。那就算我可以用我的綠豆去補，但是萬一我又開不了大字怎麼辦？好，那彈跳數值低，除了防守之外，還會接連影響到什麼東西呢？沒錯，就是籃板。如果你玩過大班，好啦，不要說大班，馬龍就好了，你應該會很明顯的感受到文本亞馬它的板距事實上是很短的，而且它的籃板高度極低。什麼叫做極低呢？我用一次給大家看，可能會有很多人有跟我一樣的感覺哦，就是它的補扣的籃板高度不知道為什麼超級低的，基本上你是沒有辦法用它的補扣來秒板的。我們示範一次哦，你看有沒有？那個球明明就已經在閃了，在閃的那個當下，我按了跳，結果他卻抓不到球。所以這個角色他是不能秒板的，他必須要先卡好位置，等到對方被撞開，你再去用補扣或者是搶板。好啦，那你說卡好位置啊，問題就來啦，他跟其他的中鋒比起來，他的力量數值算高還是低呢？我們不要說跟大班比啦，我們跟羅德曼比就好了。力量連羅德曼都不如啊，而且他並沒有任何可以卡位移動的技能，不像馬龍一樣有那個毛毛蟲可以瞬間換位的技能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位置一沒卡好，你的籃板就沒了，你更不用想補扣了。所以他等於說給了你很多的籃板技能，你看可以籃板傳球，又可以補扣，但問題是你要搶得到板啊，老哥，你如果搶不到板，也根本就沒用啊。那你說，那如果我潛能拿去補一些彈跳呢，能不能夠跟一些一線的中鋒來比呢？很抱歉，你如果把潛能拿去弄彈跳的話呢，你還是乖乖打2號位吧，因為你的籃板呢還是會被對方炸開來的。那你如果選擇彈跳呢，那你還是乖乖的在外面當2號位吧，不要進去搶籃板了，不要浪費你的紅豆，乖乖蓋火鍋真的比較實際哦。我理想中的文本亞馬應該要是一個禁區神獸，從禁區能夠一路守到4到5米線的超級獨角獸球員，結果在這個遊戲裡面呢，他被做成只能夠用來作為2號位或者是3號位，你沒辦法2號跟3號同時滿足，而且你就算用3號位的潛能，他也不一定能夠幹得那麼稱職哦，他反而把更多的天賦屬性都點到1號位那一邊去了，這點是我覺得真的小可惜的地方啦。好啦，總而言之呢，文本亞馬這個角色到底值不值得投資呢？我只能說，如果你平常呢是專職玩3號位的玩家，你來玩這一支，你一定會覺得超級不習慣，奇怪，怎麼這個籃板這麼難搶，補扣也這麼難補扣，很有可能會發生剛才前面我講的這種情況。當然，如果你適應得很好的話呢，那麼恭喜你，你很棒。那如果你平常是玩1號位或2號位的話呢，這支角色也許會意外的非常適合你哦。總而言之呢，我覺得這個角色它不是一個非常無腦的角色，它必須要你
很會節省資源的情況下，來準確的判斷各種局勢，再去做出相應的動作。某種方面來說，也算是一個技術型的角色啦。好不好玩？好玩，但我覺得強度呢，真的還好而已哦。所以到時候14天的時候呢，我個人應該還是会先把它重置一波啦，再看看呢之後會不會做強化，再把它補回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部文本亞馬老實說的影片啦，感謝各位朋友的收看，我是台灣的南，我們下部影片見，大家拜。